大家好，我是 Silly， 一个全站开发者。今天我介绍一个全站开源项目 ZBook。ZBook 类似于 Gitbook， 是基于 Git 的文档平台，提供多仓库、多用户、多级别权限管理、评论通知等功能。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个 Markdown 仓库渲染的例子。ZBook 支持基础的 Markdown 语法，比如多级标题等。此外还支持视频、公式、语法高亮、提示、注脚等 Markdown 语法的扩展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档的例子。ZBook 支持夜间模式，现在我们切换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ZBook 支持多语言，现在支持中文和英文，可以方便的扩展到其他语言。通过切换语言，仓库的侧边栏将会展示对应语言的文档。我们切换一下语言，等待刷新。接下来我们试一下搜索功能，我们搜索下文档。我们可以看到有对应的文档列表。我们点进去看一个 ，OK， 可以。我们重新切换为日间模式。返回首页，接下来介绍一下 ZBook 的主要功能。ZBook 有仓库页面，如图所示。此外还有用户的仪表盘，这里可以展示用户的仓库啊、粉丝啊、好友啊，也可以去修改用户的个人信息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搜索框，可以输入仓库的名称或者仓库的一些描述，去搜索我们对应的仓库信息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搜索功能，我们支持多语言的全文检索。这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通知，这里我们有多种类型的通知，比如仓库呀、评论呀等等信息，这些将会通过 WebSocket 发送过来。我们看一下我们支持的多用户，我们可以，如果是管理员账号的话，我们可以查看访客的信息，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个访客呀，或者访客的类型等等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哪些访客在频繁访问我们的网站。除了这些信息之外，我们还有用户信息汇总啊、绘画汇总啊等等。我们可以轻松的去添加仓库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创建仓库的表，这里输入仓库的名称，或者选择仓库的类型，比如选择仅谁可见，然后选择仓库的风格，这里有侧边栏风格和主题颜色。我们输入 Git 地址，然后我们输入一些描述，这些描述有助于以后的搜索。下面是一些 token， 这里我们暂时不填。左下输入的令牌用于仓库的自动同步，对于非公开仓库需要右下输入密码或者令牌，建议使用 GitHub 的犀利度令牌，只给予仓库的指读权限。如同我们之前看到的例子， ZBook 支持 Markdown 语法的超级，比如公式、代码的语法高亮等等。下面我们看一下 ZBook 的多用户功能。ZBook 支持多用户，每个用户呢可以创建多个仓库，每个仓库也可以有不同的可见类型，比如公开或者选中的人可见。下面介绍的是 ZBook 的功能汇总。ZBook 支持公式、代码高亮等语法，支持多用户、多级别的权限管理，可以轻松的使用到 Compose 或者 Helm-Chart 的部署。关于部署呢，视频最后会稍微展开。接下来我们尝试登录一下。这里我们输入邮箱和密码，可以看到 ZBook 也支持第三方，比如谷歌和 GitHub 的登录。登录后，我们跳转到了用户页面，先尝试一下搜索一些仓库，比如中文的搜索、英文的搜索 Spark、Docs。我们进入一些页面，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仓库。这里我们有Sidebar有一些网页链接，然后每个页面下面也有一些链接，这些都是可以配置的。我们尝试输入一些评论。接下来我们输入2级评论，这里的头像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加载。好了，我们的评论也是支持删除和举报的，其他用户可以举报。点赞呢也是可以的。下面我们返回用户主页，这里仓库是可以收藏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仓库收藏了。我们试一下搜索，Navbar 上面呢是可以搜索全站的可见文档和用户。这里可以查看粉丝和关注。
这里可以编辑个人的用户信息。这里则是创建我们的仓库，这里之前已经展示过了。我们看下一条，这里是仪表盘，我们可以查看访客，这里只有管理员才会展示这个仪表盘的项目，比如访客的设备类型，这里可以查看访客的数量，这里可以设置登录权限，关闭则非管理员无法登录，可以设置注册权限，关闭则新用户无法注册，但是有特例，即开启了这里的邀请权限，邀请的用户可以注册。点击左边的邀请按钮，输入对方的邮箱，将会发送邀请链接给对方。仪表盘还展示了用户数量等信息。管理员也可以查看用户绘画，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各种的登录绘画。这里是仓库，这里是第三方登录。用户侧边栏的上方的搜索框可以搜索此用户下所有仓库的可见文档。如图所示是 ZBook 的 GitHub 仓库，这里连接了 ZBook 的文档仓库和我们其他的仓库。点击进入文档仓库，我们可以看到中文和英文的文档目录。这里还有 ZBook 的 JSON 用于配置 ZBook 的相关信息。我们点击进入，这里呢可以配置一些链接，比如 GitHub、Discord 等。此外，核心是文档之间的导航，下面有 Default， 还有 ZH， 分别是各种语言的导航。最下面则是文档脚注的位置的链接。下面我们演示一下本地安装。首先，我们克隆 ZBook 仓库，输入对应的网页地址。这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克隆。OK， 我们克隆成功之后呢，我们进入这个目录。我们先查看一下对应的脚本命令。这里有 .compose build 和 .compose 的 pull， 分别是从源代码构建和从 .hub 拉取镜像。我们使用拉取镜像。现在来启动我们的 ZBook 的相关服务。我们等待一段时间。失败了。我们重新尝试一下。OK， 成功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打开 Localhost 3000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之前演示的目录是一样的。这里没有用户，我们可以注册一个新的用户，输入密码，重复输入密码，然后点击注册。这里不需要邮箱验证，因为我们有一些相关命令配置好了。OK， 现在我们进入了用户的首页，这里可以切换成日间模式。我们可以看到和之前我们演示的内容是一样的，这里可以创建目录，创建仓库，选择风格，输入仓库的地址，这里输入的是我们 ZBook Docs 这个仓库，输入一些仓库的描述信息，可以用于以后的检索。这里就是之前说的一些 token 的填入，我们先不填，我们创建一下仓库，等待克隆下来。现在正在克隆，可能取决于网络需要的时间会不一样。我们再等待一段时间。OK， 好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克隆仓库的渲染结果。我们点进去，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一样的。
我们也可以切换成页岩风格去看一下这些页面。我们再切换回来，我们可以尝试搜索一下。我们选一个文件进去 ，OK。现在我们跳转到了另外一个文档。我们返回用户的首页，这里可以编辑相关的信息。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员可以看到的一些信息，比如现在只有一个用户，然后这个邮箱没有被验证。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删除这个仓库。最后我们讲一下部署，进入到我们这个部署的 Helm-Chart 仓库，执行这一句就可以进行部署，不过前提你要改一些东西。首先是将这 values template 改成 values.yaml， 然后将你自己的信息填入，比如 gateway， 比如你的 website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虚拟服务。这里呢，假设你是使用 ISTIO 的，如果是其他的，你可能去使用其他的来暴露你的服务了。这里你只需要暴露前端和 WebSocket， 最多再暴露一个 MIO， 这个可暴露可不暴露，这是用于对象存储的页面。至于后端，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Next.js 完全的 server side， 后端服务是不需要暴露到外面的。这就是所有的部署